副会长，可是朕娘写的文书有误？还是因为我小李磨坊不符合文会的规定？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若是都没有的话，你为何迟迟不给我批？若是别人向文会递交文书，他便是为徽州墨业添砖加瓦，我自然是乐得成全。可甄姑娘，历朝历代从未有过一家姓开2家磨坊的先例。这李墨还在，你若想另立门户，绝无可能啊！胡会长，我虽然姓李，可是我们八方早就被除族了，这可是有白纸黑字的除族文书。这于法理上，我早就不是李家人了。他李墨开他的李墨，那我开我的小李磨坊，我两者互不相干呀。可李墨毕竟是徽州墨业4大家之首，文会做事总要顾及李墨的颜面。甄姑娘若真心想开磨坊，那还需李墨点头应允，我这个会长才好通融，不是？刚刚是不是你去文会了？是你拦着文会，不让我开小李磨坊，是不是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你哪儿都别去。百年李墨，徽墨正统，岂容你一个黄口小儿另起炉灶开什么小李墨？之前七祖母要给我续签契约，而你们李墨就开始风言风语，说什么我一个外人要侵吞你们李家。那好，我不跟你们李墨为伍，我开我自己的小李磨坊总行了吧？结果现在你们又说，一笔写不出2个李字，一个姓没有办法开2家磨坊。嘿，这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！哎，这到底是谁在胡搅蛮缠啊？我不跟你在这儿强词夺理、耍嘴皮子。今日我也把话言明，李真，想另立旁支，做梦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别怪我再请祖师玄奇，请我们的祖师爷来明辨是非。还要请祖师玄奇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一除族之人，我根本不怕什么祖师玄奇。我且就放下一句话，无论你李景东，你们李墨点不点头，答不答应，这个小李磨坊，我开定。哎呀，甄姑娘，你想让本官出面，让文会认可小李磨坊？口气不小啊！还不是因为到磨坊一事，你才对李家耿耿于怀，所以呢，就要建这个小李磨坊，好跟李家打打擂台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这个磨务官呐，监管的是选送供墨，是为朝廷效力，可不是为你这一介小女子去实现什么胸中抱负啊！大人，此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我复原出千古墨，不也是在为您分忧吗？以前可以，现在可以，将来呢，一定也可以的。哎呀，好大的气魄呀！啊，可是你这气魄再大，对本官无用。本官看的是结果。你没有李家的协助，你没有李八爷的支持，你拿什么去跟李墨、去跟陈墨打擂台呀？怎么实现你的胸中抱负啊？啊？没想清楚吧？行了，慢慢想吧，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啊。都给我滚！都滚！都滚！骗子！你们一群骗子！
闺女，不可动气，不可动气，动了气会使病情加重的啊！爹爹，他们哪个是真心为我看病的呀？不可说这样话啊！放心，爹爹给你找遍天下的名医，一定把你的病治好。你回去休息，走。哎呀，爹爹。真娘，你怎么闷闷不乐的？还在想那严小姐吗？我今日回来的时候问了家那黄大夫，他告诉我严小姐这病多年未愈，你说这10多年来，她得过得多心酸啊！是啊，真娘，可惜我们不是大夫，我们帮不了她什么忙。花儿，你记不记小的时候，我每次出去玩都弄得一身伤回来，结果我爹爹为了我翻遍李默所有典籍，最后做出了一款胭脂药末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平日里你对那胭脂末爱不释手，我受伤了才肯跟我用那么一点点，是不是那个？就是。我爹当时说，这个胭脂末只是他的初步尝试，他想做的药末是可以医治疮症、治愈顽疾的九针宝末。若真有此末，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治好严小姐，是吗？我正是这么想的。这今日严大人在严府问我，说我的小李磨坊要靠什么立足，卖什么样的墨。我想了想，虽然我可以复原这七烟古墨，但是比起陈墨还有李墨他们相传的宝墨来说，仍然是微不足道。可若是我另辟蹊径，将我爹爹说的这款九针宝墨做出来，一，我可以治愈像严小姐这样的病患；二，我可以避开风头，以药墨起家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若是我真的将这宝墨做出来，治好了严小姐，那你说这严大人还不得对咱们小李磨坊松了口？是啊，那真娘，我们说干就干吧。哎呀，哪有这么着急？这只是我初步的计划，得慢慢来。但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特别好。三上三中三下，当为其首，其为九针也。这三下，应当就是地肤子跟白仙皮这类地生之类的药材。没错，应当是这些。这三中怕不是猪羊海货的内府？可这三上到底是什么呀？你干什么？来呀，把李真请出去。我看你们谁敢！李景东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李真，你既然决定自立门户，那么李家也绝不让你占半分便宜。从今天开始，李家磨坊我收回来了。景东叔，这里本来就是李家废弃的磨坊，是七祖母许给真娘用的，要收回去也得是七祖母来跟真娘说才是。对，当家的，咱还是跟老夫人说一声吧。我做什么事用你来教我吗？王花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李默的东家，我也奉劝你，最好分得清远近。怎么着，不搬是吗？来，你们几个，帮帮他，动手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？这是我的药材，别动！你们干嘛？这不能动！给我！哎，不许拿走！这是我的药材！你们几个，怎么回事？他的药材还给他。你们几个看好了，我们李家的东西都带回李默。好，我可以搬走，但是这里有很多的用具是我爷爷给我做的，还有一些是我哥跟我娘他们花钱给我攒的。你们可以让我走，但
是我们家的东西，你们也休想带走一分一毫。好，你的东西李家不稀罕，搬吧。花儿，你别在那儿杵着了，回家去。可承受的重量，落在恩仇之上。这姑娘的车是怎么了啊？你看这夜下要到了，我得急着收工回家。你别把车横在路上，赶紧挪一挪。又不可隐藏，还是岁月漫着眼的荒唐，熙熙攘攘冷却的滚烫。你是爱而不能忘的苍老，余心向往却又不敢相望。谁欠谁亏，谁愿远离来回，我已恨无悔，至情至疏，至死也算完备，谁与情有愧，将爱推诿，将心觉得粉碎，是错还是对？站在两端的我们，奈何只好相对。谁心谁醉，谁人救了挽回？被理智击退，卸下防卫，到底谁更狼狈？何必再深追？分明白白，写一本你怎么来了？该如何收尾？用心望双飞，望穿人海，望眼去望心望双飞，望穿人海，望眼去你这几日不是在磨坊做墨，就是自己闷在屋里，饭也顾不上吃。家里啊，常常就我一个人，做了一点菜，怎么吃都吃不完。娘，是我不好。傻丫头，跟娘道什么歉啊？娘从小看着你长大，虽然你一句话都不说，但是你心里想什么，娘都知道。你是想着尽快把墨做出来，好证明给你爷爷看，是不是？但是凡事啊都要讲个章法，你这么憋着，身体也吃不消啊。留着力气好好吃饭，才能一步一步的把墨做出来。娘说的这些，你要听话。听到没？来吧，跟娘说说，我们小李磨坊的甄长士到底想做一块什么样的墨呀？
还记得爹给我做的那块胭脂墨吗？我要做的就是像那样的一种药墨，叫做九珍宝墨。爹曾经也研究过，不过这块墨已经失传了近100年，只有在墨迹上才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记载。什么3上、3中、3下，还有几样材料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。娘，你说这古人也真是的，既然决定写书，要将墨法墨方传给后人，为何不能用白话写得清清楚楚？如此一来，淹没了多少好墨？哎，你别说，这个什么3上、3中、3下，这些神叨叨的话呀，你爹当年还真跟我念叨过一阵儿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娘，那我爹当时有跟你说这3上是怎么解的吗？现在想起问你娘来了。你呀，你早跟我说，娘一早就拿给你了。等着，在哪？来，谢谢娘。你爹呀，有随手就记的习惯，所以当年他只要一有灵感，他就把他的想法记到我这个小账本上。你爹去世之后，这本账本我也没舍得扔。不过这上面有好多东西记得都是断断续续的，有头没尾的，未必有你想找的。你就先看看啊。这书就是我爹失制九珍宝墨的记录。真的啊？原来当年我爹也是用发酵来保存药效的。娘，这法子我也想到了，太好了！3上，血炼湿产，没错，这就是3上。哎呀，你这孩子哭什么呀？应该高兴才是。这3上就是长在高处的药材。血炼湿产，这第3个药材是月老草。月老草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药材？哎呀，你管它什么草？那长在高处的肯定不过就是山里的东西呗。你爹当年经常去钻哪一片山林，你娘还是知道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啊！真娘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啊，娘带你进山去。哎，这个好，这是罗纹，最易发墨。那何为刮夫狐狸？苏轼有云：“色不留笔，华不拒墨，刮夫而狐狸，今生而欲得。”刮夫狐狸就是形容砚石表面如同刮皮一样细腻光滑。你说你吧，做墨不成，没想到你学砚还行。当初我把你带到婺源来，是对的。爷爷，您不是因为真娘要开小李磨坊，生气才来的婺源啊？哎，你看看这行吗？哪里？这儿。快来吃落荤了。可以。好，吃落荤，爷爷。今天专门做了爷爷最爱吃的竹笋排骨，爷爷多吃点。哎，秋啊，我刚刚又收到娘的信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我好想娘和真娘啊！哎，正良，那信上说了什么？你快念念。好。
郑良、秋娥，家中一切平安，你们不必记挂。真娘已经把小李磨坊安置妥当，最近又忙着研制九针宝墨。据她说，药墨制法与别的墨都不相同。好在真娘一向聪慧坚韧，不懈尝试，已经想到好办法了。爷爷最近身体如何？还在生真娘的气吗？你要多劝劝爷爷，不要把他的气话放在心上。真娘心里最记挂的人就是爷爷了，唯盼你们一切顺遂，早日归来。爷爷，真娘说要做九针宝墨，这是你爹最想制成的墨。对，娘说的是九针宝墨。我立刻给娘回信。爷爷，您可有什么话要带上的？秋娥今天做的这个特别可口。谢谢爷爷。先吃多混。是。不着急洗。娘，哎，娘，快看看。哎，你别说，这还真有一股药味儿哈。这闻着让人感觉很舒服啊。哎，真娘，那这就做好了吗？这药末离成末还有一步呢，得试它的药效，最后再做调整。那这要怎么试啊？这个药墨呀，本官在京中之时是见过一些的。哦，像你的这一块墨，能将药性、墨性兼顾周全的，倒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呀。严大人过誉了。只是药墨在墨业里从来就不算是大宗。所以你想靠此墨说服本官去文会要文书，火候上还是差一些。严大人此言差矣，此乃九针宝墨，古书有载，曾经治愈了无数顽疾。不过严大人，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一事相求，是跟您有关的。我想用此墨治好严小姐脸上的疮痍。好你个李真呐！啊，说来说去，心思都动到我女儿身上了。不是。什么不是？明明是想拿我的女儿当活招牌，打响你小李墨的名号。行了，拿着你东西走吧。严大人，我这严小姐多年受困于脸上的疮痍，这平常大夫所用的外敷、内服之法，之所以久治不愈的原因，是因为缺乏药引。可恰恰我的九针宝墨，以墨为药引，直击病灶，并可以凉血润肤，不留疤痕。是，说到底，这九针宝墨也只是个传闻，毕竟没有人真的见过它的药效如何。那你有什么把握能治好我的女儿啊？严大人若问我有多少把握，我不敢妄言。只是这九针宝墨的配伍，我前后已经调试了无数次，并且已经送到了各大医馆去试用了。目前来说，已经有数十人就是因为用了我的墨，将久治不愈的疮症全都治好了。您看，我都记录在册的。
不行，我不能让我女儿去冒这个风险。恕本官不送。送客。请。严大人爱女心切，真娘明白。那真娘先不打扰了。这册子里面写的都是真的，您无事的时候可以翻开看看。里面的人和名字你也可以去打听。告辞了，严大人。甄姑娘，我们严大人有一封信给你。哦。药末治疗之事，或可一试，但此事之要，守在香兰应允，能否劝勉小女允诺，皆交于甄姑娘。甄姑娘意下如何？劳烦带路。姑娘请。严小姐，我用花瓣作为点缀，纵然患处还未好，但也显得十分的美丽。香曼，小姐，您看。如何？你是如何想到这个巧方的？我听闻啊，古时皇帝的一个妃子，有一天脸颊不小心撞上了水晶屏风，结果落下了一块不小的伤痕。可谁知这皇上看到以后，会觉得伤痕更显妃子的美貌，于是宫中的女子便纷纷的效仿，用朱砂还有胭脂往脸颊上抹上，做出伤痕或者是血迹的样子，别有一番风情。之后这人们呀，便称其为血红。我看严小姐今日这个，就胜似那血红妆。我就说我家小姐的容貌天下无双呢，对吧，小姐？你莫要取笑我。小满说的没错，严小姐，你莫要妄自菲薄，你很美的。你们来徽州以后，是不是还没好好的逛逛呀？没有。若是今日没事的话，我带你们出去逛逛。真的？好，那走。好。快走。今日是我来到徽州后最开心的一天，就连之前在京城，也从未如此畅快过。李真，谢谢你。若是严小姐喜欢，下次我再带你四处转转。有谁是真的想一辈子戴着面纱过活呢？我今日听闻你在京城的时候，也曾积极的求医问诊，为何来到徽州以后就不想治了呢？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严大人，你爹爹着想吧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怕你的病成为他的负担，也怕你爹被有心之人哄骗，你更怕有的人一旦拿住了你的病，便是拿出了严大人的软肋。与其让他操劳操心，不如就干脆不治，对吗？李真，你和那些阿谀奉承、曲意逢迎之人确实不一样，我喜欢。唉，我这病
治不好了。所以我只想，爹爹能心无旁骛，好生做官，能早日重获圣恩，回返京城。你的这些话跟严大人说过吗？说了有什么用啊？但凡有一丝的机会能治愈，我爹爹都不会放过的。说了徒生伤悲，不如不说。严小姐，本来这一次我是想让你回心转意的，可刚刚听闻你说的这些，我认为你的病症不是我这块墨就可以治好的。果然，你也这么觉得呀？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，若是心意不好，万事徒劳。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，这才是死局。这块墨你先拿着，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。兰儿，爹给你找了那么多大夫，治了那么多次，可是也不见效果。越是这样，爹心里就越急。我怕有一天呢，我不在这个世上了，就没有人对你像我这样守着你，护着你。这天下最难治的是这里，若是心意不好，万事徒劳。你跟关心你的人依旧会相互折磨，这才是死局。小马，告诉爹爹，明日请甄姑娘入府吧。严小姐，今日是疗程的最后一天了，我们来看看面疮是否痊愈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等一下。严大人，不然还是您来为严小姐摘下果布吧。闺女，不怕啊。甄娘，还是你来吧。严大人，还是您来吧。不，你来。不，您来吧。你来。您来。闺女，你把脸抬起来，我看看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！你看看，你看看我闺女脸是不是好了啊？闺女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爹爹辛苦了。甄姑娘，本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。哎呀，严大人，您不必客气，这是我应当做的。你的这块九针宝墨的疗效，真的是了得呀！啊，甄娘，多谢。
哭了，再哭都不漂亮了。不哭了，多谢。严大人，严大人，哎呀，严娘，恭喜恭喜啊！多谢严大人，见过严大人，严大人，气色不错。哎呀，多谢夸奖啊！严大人，想我没啊？上次七烟古墨大成，严大人到场，那叫有始有终。如今只是个小磨坊开业，便能请到严大人亲驾，这真娘这面子，着实不小嘛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严大人，既然您今日都来了，不知可否为我这小李磨坊留一墨宝，以传后世啊？真娘啊，实不相瞒，本官呐正有此意。真娘，你这阵势闹得这么大，墨的现货又没有多少，万一来的人多，你墨这又供不上，可怎么办呢？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真娘，福锦墨。献丑了！范大官人到。范大官人，范大官人，范大官人，李真姑娘，范大官人，七九啊，自己来不了，非要我替他来恭贺真姑娘。多谢。就冲着严大人亲为福锦墨题字，就算现货还没有齐，我范某也愿意先定上100挺，为咱们小李墨轩添一添喜气。小李姑娘意下如何？真娘自是愿意的。若是范大官人愿意先取现货40挺，余下的60挺，我愿意让利3成，可好？好气魄！既然甄姑娘愿意让价，那我再多追50挺。既然范大官人都发话了，我再定50挺。多谢多谢，这价50挺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诸位。甄姑娘，这时辰已到，咱们开业吧。好，小李磨坊正式开业。真娘，今日墨轩开业，宾客众多，娘看你忙得厉害，便没把这贺礼给你看。这是什么？你自己打开看看。这砚质地细腻，配合药墨使用效果最佳。这谁给的？
做成了，你做已经做成了，做出来了。三哥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喝酒呢？你说说，我们费了那么大劲儿，三拦四阻的，这个李真还是把他那个小李磨坊开成了。不光如此，他还制出了什么药末。我听说今日开业，某官和他女儿都亲自去给他盛药，这成何体统啊！三哥，我问你呢，今日那小李磨坊开业，你为何不去阻拦？我们就该派人去把他店给砸了才是。砸人家的店？凭什么砸人家的店？人家是用你的松了还是用你的胶了？啊？你把老磨坊收回来，那是咱家的，名正言顺。小李磨坊，你凭什么呀？房子是人家自己的，伙计是自己的，人家亲爷爷人家都没用。你砸人家的店，我是七行八市的强盗吗？我三哥，你喝了多少酒啊？你还帮着他说话了？不，这是什么呀？这就是那块药末。不，这李真胆子也太大了，他还敢送墨来挑衅。谁说是他送的了？这块墨，这墨是我花3倍的价钱从陌上那里买来的。我就要看看他李真是不是真的能复原九针药末。不然。你拿上了吧？不远，真不远。你真的是魔怔了，不就是一块药末吗？算什么能耐呀？算什么能耐？算什么能耐？我告诉你，算什么能耐？我李景东做了1辈子的墨，这块墨我做不出来。做什么能耐？走，我一个人待会儿。走，三哥。我今天还是要把话放在这儿，你们如今是姑息他，那就是养虎为患。他今日能耍威风，把请柬送家里来，假以时日，小李必定吞了大礼，什么家庙、祠堂、磨坊，通通改名不换姓。到时候李家才是徽州古往今来最大的笑话。你们可别后悔。真是可笑啊！一个女人竟然开起了磨坊，真是把我们徽墨人的脸丢尽。对，他还推那什么药墨、九针什么那个做招牌。听旁人说，这墨都失传上百年了，我才不信他能复原出来。唉，肯定是弄虚作假的东西。要不我找人买上几块，就说用坏了身子，保准能搞垮他的小李磨坊。不过一介小磨坊，何须费这样的心思？近些日子，严大人因为李真治好严小姐痼疾一事，对他颇有关照。
你现在过去只怕会惹祸上身。我让旁人去。方才大人说恭喜，却不知李家有何喜事啊？老夫人，此次公墨竞选，这天地人接力李家，这不是喜事是什么呀？严大人，公墨竞选，李家还在筹划之中，尚未正式报名，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没有误会。这七烟古墨的复原呐，本官从头至尾参与其中。世墨会上，我也是亲眼所见其光彩呀。所以，七烟古墨作为李家的初选之墨，是由本官做主直选的。如此好墨，必定榜上有名。至于正选嘛，严大人，小人近年来一直在苦心钻研改进云松墨，小人有信心以新云松墨参加共墨竞选。新云松墨是，想必是精进了不少啊。墨呢，还在精进中，相信不日即可大功告成。不日是几日啊？不妥，不妥，不妥，不妥！这公墨竞选，毕竟不是小事。若是拿了一块尚未完成的墨来报名，有些欠妥呀。老夫人，您看，您请看，这块墨大家都熟悉吧？这就是李珍姑娘的福锦墨。实不相瞒呐，李珍姑娘的这块福锦墨，治好了本官小女顾疾。这能治病救人的墨，拿下共墨竞选，岂不是势在必得呀？可大人，这福锦墨虽好，却并非李家之墨。严大人，一片苦心，老身感激不尽。真娘所属的8房早已出足了，她现在是小李墨的当家，与李墨并无关系。李家的共墨案，8房出足风波，本官亦有所耳闻呐。可那是当年呐，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，时过境迁了啊。我看李珍姑娘最近和李家合作得很紧密，这是好事啊。倒不如借着共墨竞选，这小李大李合为一体，创造一段墨业佳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大人，李墨擅长松烟，过往选共墨也都是呈松烟墨参选，贸然换墨，怕是……您所说所想，我都理解，不碍事，不碍事，不必拘泥于这些小节了。实不相瞒呐，我已经叫人去请了李珍姑娘，待李珍姑娘到来，我们当堂把此事敲定啊！还请严大人收回成命。严大人，民女李珍多谢严大人赏识。只是这七烟古墨与小李墨坊毫无关系，我之前也只是李家聘用的制墨师。而这块福锦墨，我更是无意推其参选，我志不在共墨，还望大人明鉴。李珍姑娘，此言何意啊？共墨，乃是制墨人毕生所求。你说你志不在此，好，你与本官讲讲，你志在何处？我能办自己的小李墨坊，做自己喜欢的墨，养活一家人，
便已心满意足，不敢奢求共沐。李真姑娘，你的能为、胆识，本官是见识过的，你绝非志短之人，不必自谦了。真娘并非自谦，我们八房遭遇除族，我爹身死，全家流落到承温洞，至今皆是因为共墨二字。我虽然爱墨，也将之墨当成一生志业，可共墨，我却再也不想沾惹。恳请严大人成全。李真，好一个百般推诿，好一个万般为难，难不成本官好心还办了坏事了？大人息怒。既然如此，本官也把话说得再直白些。于公于私，此次共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，由本官亲自呈上御前。你们李家不可推辞，诸位好自为之吧。官家提前了共墨竞选的时间，放养徽州。田家一脑门子官司，陈家除了柿子墨，并无其他新品。这下严大人着急了，才主动上门，撮合我们和真娘。今日我们服了他的好意，总该找个日子登门亲自致歉才是。问题是如何致歉？拉上李真一块儿去吗？那是不是在那之前还要给八房风风光光办一个归宗仪式啊？说的没错，这严大人摆明是看不上我们家，认定我们李家无人，要选共墨，非得搭上那丫头，有眼无珠的阉人。依我看呀，他该来给六伯和三哥道歉才是。行了，这话传出去，置我们李家于何地啊？今后这些话不许再说了，听到了吗？知道了，大嫂。说到底，严大人此举也是看中我们李家。看中李家，便非要绑上八房吗？大嫂，你也觉得应该让真娘回来参选，是不是？真娘不是已经说了吗？她不愿意。一个除了族的人，轮得到她说愿不愿意啊？大嫂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真娘愿意，咱们就把她请回来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闭嘴！你在这发什么疯啊？啊！李家凋敝至此，若是还像昔日那样人才济济、家茂辈出，他严大人又何须说出今日这番话呀？爹，你的意思是，您也觉得我制不出新运宋墨是吗？你们都不信我是吗？这个家就没有一个人信我是吗？京东，你呀！爹，七婶儿，这几个月景东日日夜夜泡在磨坊里边，他恨不得把自己魂合进了幸运宋墨里。媳妇儿觉得，如果拿景东的墨去竞选，肯定能拿到共墨权。站住！你给我坐下！怪我，都怪我。
我跟金水争了一辈子，又比景东自小跟景琦、景福跟他们争。当年共墨案，景琦死了，景福死在外面，连祖坟都进不来。老八出了族，干脆丁斥明示，再不碰墨。我们爷儿俩都没人可争了。无人可争，就相互折磨。景东，你呢？日日怨怼四主诸敌啊！你媳妇儿呢？处处小心，护着你，捧着你，生怕你的腿再磕了，心再碎了。还有你的儿子，天天装神弄鬼的，硬是不进磨坊半步啊！好好的一个人都活成什么样子？您说我，那您呢？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，您制出一块新墨了吗？别说制墨了，就是给您女儿选女婿，您都选了一个混账东西，您还好意思说我养不教父之过？景东，你放肆了！快随我来。老夫人，六爷，磨坊那边出事了。老夫人，六爷，少管事带了一群墨工，准备去祠堂为甄姑娘请愿。六爷，少东家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六爷，您来的正好。我等听闻主家正在决断甄姑娘回来同选共墨之事，特来向主家请愿。六爷，之前磨坊一事是我们错怪了甄姑娘，我们想当面向她致歉。是啊，六爷，甄姑娘复原的七言古墨在李家大卖，又有福锦墨深得严大人欢心，且这药墨也是由李家祖上承继下来的。由这2块墨去选共墨顺理成章，甄姑娘回来，李墨定能重夺共墨大权。六爷，请甄姑娘回来吧。你们就这么不相信我们六房吗？你们觉得我李景东无法参加共墨竞选是吗？少管事，少东家，我绝无此意，我们都是为了李墨。景东，莫要对少管事无礼。爹，他是磨坊管事，却插手主家的家事，纠集这么多的工人，替李真请愿，这不是僭越，这是什么？我所说的是大家的心愿，我们是一心为主家着想的。哪个主家？八房吗？李真吗？六爷，您评评理，我们都是一片好心。田家官司缠身，陈家暂无钢鼎之墨，今年可是我们李墨最好的机会啊！请甄姑娘回来，重夺共墨大权。重夺共墨大权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没有李真，我李景东一样可以夺回共墨大权。现在回去上工。快！是我六房
撑不起李家，是我儿管不好李默，是我李金河无能啊！无能。我自愿从族谱出名。划掉，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忘了那个家吧，这才是我们的家，记住了吗？嗯，好。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今天就剐了谁！阿姐，找我来是为了公墓一事。李真已经拒绝了严大人供墨之邀，此事在徽州已闹得人尽皆知。这无论是大李墨还是小李墨，皆在你的合作计划之中。他若不参加供墨竞选，必然会影响军资采办，你该去好好劝劝他。这些年，徽墨人才凋敝，供墨权旁落他府数年。近一载，徽墨新出的墨品，也就是七烟古墨和九珍宝墨能叫得上来名字，而这两方墨，皆出自李真之手。所以他参供的重要性，你应该明白。哎呀，阿姐，我明白。不过这徽州的墨业一直是我在打理，阿姐放宽心便是。我不是不放心你，是军资采办，事关重大，我们深受戚帅与将军大恩，自当担下军资重任，此事便不容有误。我知道。未知从今去，当复如此否？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？怎么，有心事？哎，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：“且竭今朝乐，明日非所求。”
陶翁的心境，常人实属难及。你看，今日外面天色大好，若是看不下去书的话，不如就遵照着陶翁所言啊，就着茶，吃着糕点，尽享今朝欢愉。你不用再铺垫了，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。我没想说什么。哦，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，一直没来看过，来看看你。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？没有。也是，今日天色如此之好，待在屋里看书，岂不是辜负了景色？嗯。今日有空吗？有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走。小心啊！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我都会来这里。每次来到这儿，我心情就会好很多。东突先生情怀超然，而真娘你呢又言出必践，真让戚某佩服。戚东家谬赞了，这只是一个开头。要想实现东突先生的梦想，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好，那今日起就算我一份。我知道，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共墨的。这些日子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去参加共墨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共墨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心里的一根刺。我每每想到共墨，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我弟挨的鞭子，我和我哥哥跪在李宅门口淋的那场雨，我娘背着我们，在我爹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，还有我爷爷那双被墨熏得黝黑，却再也无法碰墨的双手。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，我也不想成为共墨争斗下的棋子，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。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共墨一事吗？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，无关乎参不参加共墨的竞选。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，我就更加确信，即便是没有共墨权，但你李真，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。大明第一制墨师。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的制墨大师，让整个徽州的人，不对，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。我相信你。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。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。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。好好。若是他还在世的话，年纪应该跟你相仿。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，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。七九，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，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。但我也知道，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参共去的。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，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，我绝无怨言。不，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，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。而真娘你，
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。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，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，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。好，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。好，大掌柜，我们下工了。哦，今日辛苦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好。今日打烊了，您明。丫头，连我也不招待了吗？六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好啊，你这丫头果真把磨坊开起来了，不容易啊。六爷爷既然来了，那便坐下喝杯茶吧。我今天来啊，是有件事我想求你。您先坐吧。哦。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松纹当前，李墨真公需要松材，我这2日呢，便要进山去寻松。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，代为掌事。六爷爷，我资历阅历尚浅，难以担当此任，您还是请回吧。你虽然年轻，但凭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，就凭这个能力啊，六爷爷信得过你。六爷爷，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，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，信不得李墨了。七眼古墨一事，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。如今李家遭难，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，您说出来，难道不觉得讽刺吗？我知道，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，是这，六爷爷给你赔不是了啊！哇！哎，六爷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就事论事，您若这样的话，那就折煞我。李墨失去供墨权后一蹶不振，10数年。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供墨，又遇到了松温，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。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、能管事、能信得过的人，才能稳住局面，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。否则，李家的100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，这不是作孽吗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。等我寻松回来，请甄丫头给六爷爷、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啊？还有那些墨工们，自打你离开李墨之后，他们都看明白了，对智墨医道打心底认可你呀。你看，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，都盼着你能回去呢。丫头，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，帮帮六爷爷好不好？六爷爷，今日之事，我不能答应您，您请回吧。丫头，六爷爷慢走。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
戚老夫人啊，我们家的存松仅够交单之用，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无妨无妨，叨扰了。回吧，回吧。哎呀，留步吧，留步，潘掌柜。啊，戚老夫人，对不住你了。懂了，回吧，回去。对不住了，戚老夫人，松才真的没有了。没事。娘，娘，您可让我好找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回家啊，就是这个咳嗽。哎呦，您出来怎么不叫我呀？我就想自己去找找，找不到您，你知道我多担心啊！甄娘，甄娘，甄掌柜在后院呢。甄娘啊，甄娘出事了！甄娘，花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戚祖母到处求人买送不成，回家就病倒了。啊？戚祖母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扶我起来，快扶我起来！您慢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戚祖母，您躺着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呀，甄娘啊？听说您生病了，我来看看您。舒服了。哎呀，甄丫头啊，不打紧，小病小痛，无事的。戚祖母，我其实昨日在四宝街看见您了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这送瘟虽然紧急，但是你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。买送的事情交给旁人去办就好了，您为何要自己亲自一家家的去求呢？送瘟一起，一送难求啊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李家是以松烟墨立名，你说怎么就让我们李家遇到了这样的事啊？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。好在我前日和你爷爷还有你六爷爷商议过此事，松才一事，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，所以甄娘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操心啦。你现在应该全力以赴，把你的小李磨坊守护好，那才是头等大事。哎呦，来，让我看看，你瘦了，瘦了，你瘦了，你肯定是开磨坊把你累着了，吃不好睡不好的，哎，你就让祖母心疼了。你这样，你回去啊，让你娘给你弄些好吃的，好好的补补身子，把我们的小甄娘还补得壮壮的，有力气。要是银两不够，戚祖母可以给你的。怎么了？不哭啊，不哭！哎呦，哭什么不哭？哎呦，够的，
七祖母给我的银两，真娘花都花不完。七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，每年都悄悄的给你存了一些提己钱。这笔钱谁都不知道，就那个花儿，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，懂了吗？我的小真娘就是一棵小树苗，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。你现在无论做什么，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。七祖母的愿望就是，你干你喜欢的事情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。七祖母才能安心。我的真娘。六爷爷，您别在我磨坊前转悠了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。真娘，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，真娘应下了，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。我回李墨只是帮忙代管，待您寻松回来，解决完松文一事之后，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。还有，我希望李墨上下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度眼前难关。若是被我发现，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，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。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。好，就依你的去办啊。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房都拜托给你了，啊！谢谢我的好孙女啊！那我，姑娘，可是为姻缘而烦恼。哎呀呀，贫道一卦便知天意，祝你早日觅得良人呐！正是。姑娘，爷爷啊，您怎么来了？想我孙儿了呀？你生意怎么样啊？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。你不是神仙吗？你今天算没算过，这个时日适合出门做生意吗？哎呀，爷爷啊，别人取笑我就算了，您怎么也取笑我呀？我以前是年少不懂事，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，那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。行，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，怎么样？真的？爷，您随便挑。这些东西啊，爷爷全要了。来，拿着。爷爷，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？我要出去几天，在我回来之前呢，爷爷想让你帮着
照顾家里。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，我能帮什么忙？我说让你制墨了吗？磨坊的事儿啊，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。对，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家里的事儿，还有你爹的事儿。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，他那边呢又不消停，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，别让他瞎胡闹了啊！能帮就帮一把，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啊，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，明白吗？爷爷，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您为什么来找我呀？咱们李家除了你，我还能找谁啊？嘿，爷爷，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，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呐。哎呦，真是我的好词儿！来，爷爷喜欢一下啊！不，这么多人，行了，收拾一下，爷爷请你吃好吃的，走。哎，好嘞，您等我一下。七祖母，六爷爷，这丫头啊，还是你六爷爷的面子大呀，能把你请回来。一听你要回来，我病都好了。来，七祖母，你来的正好。七东家有心了，帮着你六爷爷打理进山的事宜。你看到吧，这些猎户们也是他费心寻来的，他们对黄山的路最熟，当个向导、肩挑手提的都可以差遣。还有那位萧公子，他在军营里教场上那可是一把好手，也是七东家忍痛割爱，让他帮着你六爷爷进山。万一碰到什么豺狼虎豹，那他可以大显身手。祁东家不愧是李默的股东，果然凡事都有个担待。老夫人，真正有心之人是甄姑娘，是她亲自登门请我借的人。还是甄丫头有心呐。这丫头啊，你这是……七祖母，真正处理的是祁东家，当谢谢他才是。再次谢过祁东家，有劳祁东家。老夫人，六爷，您二位千万不要客气。诸位，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。这前段时间我来过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默聘请的制墨师，而这次回来却不太一样。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，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。如今李默的局面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。一则松温发了，二则供墨在即。两件事情撞在一起，难度不小。若想过关，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，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。俗话说得好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。那么今日，我就抛砖引玉，说出2点我的想法。之一，供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。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，他所要的东西、物件必须备全。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，这上面的人、物必须专事专办，不可擅动。
第二，松温发了，这松材成了稀罕物，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，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，我们需要开源节流。之后在烧烟的时候，应该精细地处理好每一块松材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，我看了看，看出了一些名堂。祁东海是谁？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多谢甄姑娘。平日再接再厉。2等墨工几个，相当于。甄姑娘，这只怕不妥吧？按磨坊的规矩，3等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墨工。这祁东海来磨坊烧烟，才不过短短1年时间，你看这。邵管事，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，可若是死守着规矩，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。如今松温发了，诸位少飞1碗烟台，便可以多节省出1块松材，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，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哪一道工序，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0%的良品率，便可以升一阶，不受年限的限制，获得应有的功酬。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，多钻研，共同挺过李默的难关。这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！这是好事啊。甄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。对，甄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看清楚真相。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，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，我无一不从。对，都是甄姑娘的。